大家好，在冯德莱恩的一步步操作下，欧盟委员会获得了越来越大的权力，这是个极度危险的趋势。现在，欧盟委员会进一步希望利用冻结的俄罗斯资产的利息收入为乌克兰购买武器，这将进一步增加欧洲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德国总理以及其他欧洲领导人也表示赞同。俄乌局势正在以符合美国希望的方式继续僵持下去，可能直到美国大选完毕。我们来看看关于欧洲人如何继续打被冻结在欧洲的俄罗斯资产的主意。先看德国国家媒体德国电视一台的报道，欧盟想间接利用俄罗斯资产来帮助基辅。欧盟想间接利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来帮助乌克兰，所得利息收入将用于资助武器、弹药和装备。此举备受争议，专家们认为早该这样做了。这个想法听起来很有道理，侵略者俄罗斯应该为乌克兰战争的后果付出代价，但实施起来在法律上很困难，在政治上也很敏感。欧盟成员国和欧盟委员会已经就这一想法讨论了1年多，现在布鲁塞尔提议利用冻结在欧盟的俄罗斯国有资产所产生的利息收入。俄罗斯中央银行在欧盟的资产总额约为2100亿欧元，其中大部分资金存放在比利时金融机构欧洲清算公司。据欧盟称，扣除比利时税后，该存款机构今年将获得高达30亿欧元的利息。欧盟委员会想从这笔收入中提取几乎全部，减去欧洲清算公司作为手续费留存的3%。此外，暂时允许保存人再保留10%作为担保，例如用于支付法律费用。但是大部分即87%的利息收入将用于乌克兰。作为第一步，欧盟于2月中旬禁止欧洲清算公司等托管机构继续处置来自俄罗斯中央银行资产的利息收入，或将这些收入分配给其股东。资助乌克兰的武器，几乎所有的利息收入90%都将流于欧盟预算之外的基金，用于资助乌克兰的武器、弹药和装备。一小部分将用于国家重建。如果成员国一致同意，每年可向乌克兰支付2次。据欧盟委员会称，第一笔资金最早于今年7月划拨。在欧盟扣押的俄罗斯资产仍是莫斯科的财产，但是克里姆林宫无法接触他的资产来支付侵略乌克兰的战争。出于法律原因，欧盟不能简单地没收这些资产，并将其转交给乌克兰。欧盟可以将其用于投资，并将利润收入囊中。然而，这也会使欧盟对任何损失承担责任。从欧盟的角度来看，冻结资金的利息收入情况有所不同。根据布鲁塞尔的信念，这是意外收入，因此属于保管人的财产。俄罗斯中央银行和俄罗斯国家对此没有任何权利。克里姆林宫则持不同看法。莫斯科的一位发言人警告说，欧盟的责任人可能面临刑事起诉，长期以来担忧法律问题。1年多来，欧盟委员会和成员国一直在研究利用俄罗斯资产来支持乌克兰的建议。今年2月，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瑞典为此成立了一个工作组。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去年夏天宣布了一项相应的倡议。许多欧盟国家的政府都呼吁让俄罗斯侵略者付出代价，其中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尤为坚持。然而，包括德国在内的大型成员国尤其对此表示担忧。欧洲中央银行警告说，如果欧盟获取俄罗斯资产托管人的暴利，国际投资者可能会撤出欧洲。关于欧盟委员会目前的提议，一位负责官员解释说，欧盟委员会已事先与欧洲中央银行和各成员国进行了磋商。专家认为此举是合理的。布鲁塞尔智库布鲁盖尔认为，欧盟委员会的建议是在不违反股东义务的前提下获取托管机构利润的可行方法。布鲁盖尔专家尼古拉维隆解释说，这很有意义，是在特定情况下的正确做法。他认为布鲁塞尔的做法很不寻常，但在乌克兰战争的特殊情况下是合理的。维隆认为，对利息收入征税，而不是可能动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是适当的。不过，这位专家坚信，本可以更早采取这一步骤。好，德国国家电视一台的报道就到这里。那么，
欧洲可以没收俄罗斯在欧洲的国家资产吗？德国电视二台采访了在基辅经济学院和德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任教的谢尔根·施托克。出于好奇，我在网上搜了关于这个人的信息，发现一些很有趣的线索。因为他赫然出现在德国电视一台报道中提到的布鲁塞尔智库布鲁盖尔的官网，同时也出现在不同的 NGO 网站上。其中是这样介绍他的：重点关于对俄罗斯的国际制裁及其影响。还有，他也出现在一个叫新美国安全中心这样一个 NGO 的官网上。他多重身份让人疑虑重重。这位是否是欧盟或者后面的主子安插在乌克兰的一位什么人物呢？大家自己去想象就好了。好，我们看德国电视二台的其中一段报道。谢根·施托克说，没收俄罗斯国家资金是可能的，我们必须防止俄罗斯在某个时候将我们告上法庭，而我们在法庭上败诉。因此，如果要这样做，必须在法律上站得住脚，否则对我们将是灾难性的。尽管如此，他还是深信不疑。俄罗斯的行为违反了国际法，因此作为惩罚，可以没收俄罗斯国家的资产。好，德国之士有个疑问：违不违反什么法律？是某一个人说了算，还是需要国际中立的仲裁机构来裁决？就这样一个所谓专家说能没收就没收？在我看来，欧洲人无非是半夜里自己吹哨给自己壮胆而已。俄罗斯会没收欧盟的资金吗？当被问及其他国家是否会从欧盟撤回储备时，谢尔根·斯托克说，如果你作为中央银行必须投资数千亿美元，那么你就必须在可靠的金融中心和流动性好的资产上投资，可供选择的余地实在是太少了。例如，中国不太可能将其储备以黄金的形式放在地下室里，这不是央行储备管理的运作方式。作为应对措施，俄罗斯会没收欧盟国家在俄罗斯的资产吗？俄罗斯的报复行为是一种流行的说法，可能是这样，谢尔根·斯托克说，但俄罗斯无论如何都会这么做，而且完全与我们如何处理俄罗斯的储备无关。好，以上我们看了德国国家媒体德国电视一台以及二台的报道，现在我们来看看德国电视一台的网友评论。第一条评论：你不应该偷窃。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欧盟竟然想侵占他人的财产，这可能会吓跑最后一个投资者。下一条评论：这是巧取豪夺。下一条评论：这当然是一个明智的决定。考虑到这可能意味着真正的资金从欧盟地区外逃，谁愿意让自己的钱躺在那些一旦出现最坏情况就会抢钱的人那里？再见。下一条评论：俄罗斯的反应会很激烈，这是可以理解的。我相信欧盟的人什么都干得出来，看看新冠疫苗交易就知道了。下一条评论：你们不必每天都提起这件事，我们早就知道欧盟是个犯罪团伙。下一条评论：世界中不是有一条说不可偷窃吗？下一条评论：让我们实话实说，俄罗斯的钱正通过乌克兰流向美国，这样说应该没错吧？下一条评论：瑞士和欧盟将会破产，没有人会在小偷那里投资。下一条评论：然后呢？新的游戏规则改变者越来越明显了。迄今为止，所有制裁和攻势都已失败。从一开始，西方乌克兰就没有合适的战略和战术，只有空洞的言辞和口号。这种情况还能改变吗？下一条评论：小偷想保留赃物的利息，毕竟他是被迫这么做的，真是辛苦你们了。下一条评论：在我的家乡，这叫偷窃。西方从不放过任何羞辱和挑衅俄罗斯的机会，让这些战争贩子滚蛋吧。下一条评论：金砖国家领导人将把西方没收俄罗斯国家资金视为愚蠢之极，他们将做出反应，为西方经济崩溃创造条件。西方迷失了自我，太蠢了。下一条评论：接下来我是否就可以偷任何刑事犯的东西呢？或者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一点？下一条评论：根据世贸组织，法律上根本不可行。下一条评论：
欧盟不过是一个犯罪团伙。下一条评论，很好，这是向世界其他地方发出的信号，您的投资在欧盟并不安全，好极了。下一条评论，这在欧盟是合法的吗？太神奇了。下一条评论，这对欧盟的伤害将超过俄罗斯，全球信任将不复存在。好，朋友们，大家看到此为止，没有一位网友同意偷窃俄罗斯资产利息的。我们接着看看德国电视2台的网友评论：偷钱然后转手，非常好的主意，脑残呢。下一条评论：过去50年冻结了美国佬多少钱，并分给了受影响的国家吗？下一条评论：向全世界发出一个重要信号，你们的钱在我们这里是安全的，哈哈哈哈。下一条评论：要是我们在美国和北约的每场战争中冻结了美元就好了。哦，北约就是我们呀，算是吧，哈哈哈。下一条评论：我怀念绿党支持清洁生态与和平的日子，再也不会选绿党了。下一条评论：这也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告诉其他国家不要把钱放在欧盟。下一条评论：没想到双重标准也能重新定义，但布鲁塞尔的情况令人印象深刻地证明了这一点是可行的。下一条评论：最好的例子，如何将盗窃合法化，哈哈哈。下一条评论：好了，一劳永逸地回答了谁是黑社会的问题。下一条评论：事先仔细考虑一下，把钱投到哪里？我肯定不会在德国投资，太不安全了。最安全的地方可能是你的枕头底下。下一条评论：显然是错误的，在法律上也是不允许的。下一条评论：花别人的钱不错啊，你很会花钱，然后把钱塞进泽连斯基的屁股里，哈哈哈哈。下一条评论：问错了，正确问题是为基辅政权抢钱。下一条评论：按照我们的价值观，其实应该保护财产的。跳过几位，最好着手对以色列进行制裁。下一条评论：作为德国人，我们应该意识到乌克兰是一个主权国家，这里的人们总是在谈论这个问题，好像我们对此有发言权，是否进行谈判不是我们的决定。下一条评论：欧盟有什么国际法依据可以扣押银行账户？下一条评论：从法律角度看，这是高度犯罪。下一条评论：变态的游戏。首先，这可能不是俄罗斯的钱，而是俄罗斯公民公司的钱。此外，面对来自各方的好战欲望，我想引用前总理施米特的一句话：谈判100小时一无所获，总比开枪1分钟要好。我还要求欧盟在冲突发生时冻结美国、沙特、以色列和其他国家的资金呢。哈哈哈。下一条评论：这叫巧取豪夺。下一条评论：德国的价值观很有弹性呢。下一条评论：德国人终于露出了真面目，全世界都看到了。下一条评论：我还记得1999年贝尔格莱德遭到轰炸时的情景，那时施洛德是总理，费舍尔是外长。下一条评论：我们每天都在把自己推向更深的战争深渊。下一条评论：听起来特别聪明，我相信这样的措施会打开一扇最好不要打开的窗户。我还相信，一旦有机会，俄罗斯人一定会还以颜色，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下一条评论：如果你想抢劫一个国家，那么就跟专业的强盗北约国家取经吧。下一条评论：最后，我们来看看德国《时代报》的网友评论。第一条评论：这一枪恐怕会适得其反，对欧洲投资和国际金融规则的信心将永久受损。我也不知道有什么法律依据可以挪用这笔钱，这在政治上可能听起来很合时宜，但我认为这一计划很有可能在国际法庭或最迟在某种仲裁程序中失败。下一条评论：这会让瑞士们百发苍苍。
从法律角度看，挪用这笔钱的利息肯定不容易。事实上，这笔钱并不属于我们。无论你在公共场合讲出什么巧妙的借口，这仍然是盗窃。下一条评论，这就对了，一个好的开始。下一条评论，应该冻结战争而不是资金。下一条评论，德国《时代报》引用了德国总理说的这句话，肖尔茨说，这是不属于任何人的收益，因此欧盟可以使用这些收益。然后这位网友说，作为德国前财政部长，这番话令人震惊。抽象地说，这可能是胡说八道。如果真有法律依据的话，被冻结的本金也可以被没收了。下一条评论，最后瞎跑投资者的事你可以去做了。下条评论，根据我对金融法的简单理解，利息属于升息资本的所有者。肖尔茨用什么伎俩将这笔钱变成了不属于任何人的收入呢？下一条评论，不是想做，而是现在就做吧。普京纳粹对欧洲发动战争已经超过10年了，而德国的失败政党和选民8年来对此毫无作为。2年的时间太少了。下一条评论，肖尔茨终于提出了一个好建议，还因为立即没收全部款项奠定基础，这才是正确的做法。很高兴看到那些老键盘侠们又在这里振振有词，急切地为强盗们的财务状况辩护，至少在论坛上是这样。下条评论，如果欧盟真的做出了决定，那么这种蚕食行为将进一步增加希望很快到来的和平的成本，这一点大家都必须清楚。因为俄罗斯当然会要求归还窃取的资本收益。各位朋友，这家媒体的读者反对的是占大多数啊，但也有部分读者认为窃取资本收益是对的。好了，今天到此结束。看来各媒体上的德国网友要比他们的政客更有智慧，你们怎么看呢？你们觉得欧盟这么做是属于巧取豪夺，还是法律上允许的呢？谢谢大家参与，我们下期见。